新的班花把毕业10年的同学做成盲盒，想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，却没想到曾经的学霸，如今却体态臃肿，在家里带孩子；而关系不错的校草，再次见面时却成了女同学。他将这些约见同学的过程发到网上，竟一夜之间涨粉上百万。当他继续挑选下一个同学时，观众却希望他约见毕业照最左侧的低头男，那是一个长相普通、厚刘海遮住半张脸的男生。班花下意识地看过去，竟想不起这人是谁。在他印象里，这位男同学沉默寡言，常年总是低着头走路，属于那种存在感极低的边缘人。他翻看毕业照，才想起小侧这个人，并介绍了起来。直播间顿时络绎不绝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每个班里都有那么几个叫不出名字的同学，人们只会记住有特点、成绩好的同学。像这种边缘人，就算出了社会也不会有多大出息。谁说的？不合群不代表人缘差。看着直播间火药味十足，班花姚小田连忙出来打圆场，同时也决定约见这位没什么印象的老同学。此时你黄袍加身，骑着小电驴在等红灯，偶然撞见了开着豪车的老同学，他很客气地跟你要了联系电话，豪气爽快地说是有时间拒绝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你便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。你好，你是小侧同学吗？班花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，我是姚小田，我们是高中同学。你思索片刻，终于想起是曾经的姚班花，于是便开口问道，这么久没联系，难道姚大校花你要结婚了？如果是借钱的话免谈。这话让姚小田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连忙回应道，我不是要结婚，也不是要借钱。没等他话说完，你接着开口，那我知道了，链接发来，我帮你砍一刀，我可是新用户。顿时直播间内一片笑闹，这小侧同学太有意思了。不过他的回答很现实，多年没联系的同学突然有一天联系你，好像要么是要结婚了，要么就是要借钱。姚小田看到直播间的弹幕，这才回过神来，好像确实是这样啊。他连忙解释道，小侧同学你误会了，我在直播做一个活动，就是将高中同学约出来聊天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，我可以等你。你见对方都这样说了，只好答应。那行吧，下周6我有空，到时我联系你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尖酸刻薄的女人突然劈头盖脸骂你，看看都几点了，这外卖都冷了，能吃吗？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，姚小田愣住，直播间的网友也愣住。这次小田女神约见的同学竟是一个送外卖的，我看下一期还是换人吧。一个外卖员有什么好见面的？原本想看看平庸之人的逆袭，或许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绝大多数人注定一生平庸。看着直播间里的评论，姚小田内心突然有些不是滋味了。虽然清楚这样会流失一些流量，但他并不怎么在意。他挤出笑容，既然我和小侧同学约定好，那我也不会失约。而且我觉得工作不分贵贱，送外卖也并不是低人一等，他们没偷没抢，靠着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，就值得我们尊重。这番话也让直播间观众纷纷夸赞。转眼间到了周6，姚小田已经开启了直播间，一众网友沸腾。自从知道我小田老婆的同学是送外卖的，我脑海不由冒出那同学黄袍加身，骑着小电瓶来接小田的画面。看着这些弹幕，姚小田怔了一下，脑中也不由得浮现那个画面，忍不住打颤了一下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电瓶车也只是出行的工具，他心里自我安慰。没一会就来到了约好的地址。就在这时，姚小田看到一辆豪车向他缓缓驶来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豪车居然在他面前停下。紧接着，从里面走出一个样貌普通男子，脸上带着笑意看着他。姚小田眉头紧锁，对于来搭讪的人他遇到不少，但大多数他会委婉拒绝。你看着一脸疑惑的姚小田笑了笑，你就是姚班花吧？你忘了我们约好今天见面的？姚小田顿时震惊了，而直播间内也满是国粹。不会吧，一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开得起上百万的豪车？我看这豪车多半租的。你猜对了，这车就是从我家租的。其实姚小田也不敢肯定这车是不是租的，但看到有粉丝说这车是从他家租的，他已经没有怀疑了。可他哪知道这只是粉丝瞎说的，他欲言又止。小侧，你这车……看到姚小田的模样，你也有些疑惑，这车怎么了？出来的有些着急，在家随便开一辆过来。此话一出，直播间内炸开锅了。不知为什么，看到这小侧就讨厌，明明就是个送外卖的，还装大款吸引我们女神注意。下头男，鉴定完毕。姚小田直接无视那些充满恶意的评论，而是望着你，心里在纠结，要不要当面告诉你身份曝光了？可你也是为了给他留个好印象，这才租了一辆豪车。然而此时你并不知道这些，笑着邀请道，时间也快到中午了，要不我们去找个饭店吃饭，顺便聊一聊。车上姚小田问你现在的工作，你随口就坦白自己是个自由职业者，可这却让他心里松了口气。他真怕你会突然夸下海口，宣称自己是某某上市公司的总裁，到时只会让一众网友贻笑大方。接下来又聊到了感情问题，你告诉他自己已经结婚有孩子了。姚小田听完后却一下子沉默了，明明有家庭，却还要为了面子租豪车来约见。随后他又问起你老婆，你叹了口气说道，她工作比我还忙，家里也不缺她那点钱，我也只好支持了。听到这话后，姚小田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，直播间的网友更是疯狂吐槽，这男的真下头，还在装什么叫家里不缺那点钱，让老婆出去挣钱居然还能说得这么大义凛然，真无耻啊。可话说到这里，你不禁流露出慈父的笑意，趁着红灯的间隙，从手机中翻出了自家孩子的照片。姚小田不在意的接过后顿时呆住了，一脸不可置信的问道，这俩孩子是你亲生的？你苦笑的看着他，这俩孩子确实是我亲生的，你没看出来跟我很像吗？而姚小田也意识到这么问不对，立马道歉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有些吃惊。这一幕顿时让直播间一众网友更好奇了，纷纷表示也想要看看照片。在获得你的同意后，姚小田把摄像头对准照片，直播间里顿时又开始了疯狂刷屏。我的天呀，太可爱了，这俩孩子模样肯定随他们妈妈，你们难道没发现这两个小孩和百变天后叶可欣有些相像吗？
该不会这俩孩子的妈妈就是天后叶可欣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天后就算眼瞎也不会嫁给一个送外卖的。看到直播间的评论，姚小田愣了一下，立即仔细看了看，这简直就是缩小版叶天后。忽然他笑嘻嘻地问道：“可以去你家看看你的小孩吗？”网友也想看小人版叶天后。闻言，你笑着点了点头。今天下午2点去幼儿园接孩子，到时我们一起去接。姚小田顿时有些高兴，毕竟叶天后可是他的偶像，能见到缩小版叶天后，他也非常开心。很快，车子驶入一处老旧的餐厅停车场。下车后，姚小田震惊了，要知道这家饭店可是100年老字号，若是在这里消费一顿，只怕能抵普通人1月的工资了。姚小田连忙摇头，这里的东西太贵了，我看我们换一家吧。见状，你摆了摆手，没事，我们老同学这么久没见，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了。而且对于钱我并不怎么看重，再说了，赚钱对我来说只是分分钟的事。可你的回答却让网友以为你是装上瘾了，这小侧同学也太好笑了吧？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吗？还带我们小田来这么高档的餐厅，他清楚一定有网友在笑话你，他很想告诉你外卖员的身份被曝光，不要继续说大话，但又怕落了你的面子。你见姚小田突然沉默，笑着说道：“那行，正好我教教你们怎么快速挣钱的方法。”说完，你便开着车在停车场绕来绕去。当你看到一辆正在倒车入库的100万跑车时，车子猛然加速，转眼间就把车停在了跑车后面。这时姚小田和网友都很疑惑，明明停车位挺多的，也不至于和人家抢车位，就在网友以为你要骗保时，你的举动却让他们都看傻了。此刻跑车车主愤怒的骂骂咧咧，而你则是掏出800块递到车主面前，我懒得去找其他车位，这是800块，你拿着再去找其他的车位，就当交个朋友。然而跑车车主皱了皱眉，直接将口袋的钱取出来，看都没看，抓起一把现金甩在你面前，随后冷笑一声：“这车位老子不要了，老子装逼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吗？”当看到跑车车主豪气的甩钱离开后，一众网友瞪大眼睛直呼卧槽。姚小田也是一脸难以置信。就在这时，你将地上的现金捡了起来，上车对着他笑着说道：“那大哥还挺富的，6500块，我们今天的午饭有着落了。”姚小田嘴角抽动了几下，像这种事他还真干不出来。可此刻直播间的众人却震惊了，卧槽，就那么几分钟的功夫就收获了6000多，这钱也太好赚了吧！我刚刚试了一下，这方法可行，挣了10万，现在躺在医院了，被对方车主揍的。没过一会，你便带着姚小田走进了餐厅，他扫了一眼菜单，相当不便宜，心里一叹，在他看来，你就是为了撑面子这才选择比较贵的菜。但看你从容的模样，让他有那么一阵恍惚，感觉你好像经常来这里。这时你摇了摇头，对姚小田说道：“姚同学，一路上我一直想跟你说件事，虽然我平时不怎么看直播，但我觉得你的直播不行，很枯燥，很没意思。”听到这话，姚小田愣住了。为什么会这么觉得？他心底也有些不服气，他可是千万级别的主播呀。你摇了摇头，将自己的见解说了出来。我们这一路几乎没什么互动，虽然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同学关系，但这是直播，即便是陌生人也要装作是熟悉的人来交流。闻言，姚小田表情有点不自然。他当然知道这些，但问题是他不敢问了。然而直播间的网友反应更大，一个送外卖的装大款，你让我们家小田怎么互动？我们小田不互动是给你留面子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就直接当着他的面说，你一个送外卖的装个蛋啊，还想教我直播？姚小田注意到直播间的评论，不由一呆，忍不住偷偷瞄了瞄你。要曝光你吗？不行不行，要是将真相告诉你的话，你肯定会无地自容的。可要是不说的话，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一众网友嘲笑。就在姚小田纠结要不要说时，一条私信弹了出来，是她的闺蜜兼合作伙伴周舒雅。小田，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先别告诉她真相。现在是直播间热度最高的时候，等直播结束后，我们可以邀请她加入我们工作室，保证她能成为100万网红，收入肯定比她送外卖高。在周舒雅看来，你也是个人才。先不说你装逼的事，就说抢车位致富的方法，这脑回路可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到的。看到这条私信，姚小田心底的大石仿佛落了下来。你笑着摇了摇头，是不是网友又嘲讽我帮大款了？闻言，姚小田立即瞪大眼睛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接着你又笑着说道，我还知道在我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，网友就说我的车是租来的。其实你大可不必在意网络那些言论，你只要知道现实中过得不如意的人才会在网络暴露天性，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所谓看法，不外乎就是嫉妒心作祟，笑人无，恨人有，这是人的天性。你作为主播更应该看开一些。听到这话，姚小田顿时傻眼了。然而此刻的直播间，一众网友却是笑喷了，笑死人了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专家还是教授？还在那里教训人？一个送外卖的我们怎么可能会嫉妒他？最讨厌这种没钱还能装的人。要不是知道真相，我都差点以为他是什么成功人士了。你并不知道你刚才的话引起许多网友不满。你看着姚小田笑道，我们老同学出来见面，就别管其他人怎么说，放轻松，想问什么就问什么，不用顾及那么多。直到这时，姚小田突然反应过来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好像都是你挑起话题，后来更是亲自动手教网友怎么快速致富。想到这，他内心有些羞愧万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将脑中纷乱的思绪一扫而空，神情认真地问道，小侧同学，我记得高3那会你时常请假，而且那时你高考是不是没参加？你笑着点了点头，是啊，高3那一年家里的一些地被征收了，补偿了几个亿。听到这番话后，直播间瞬间炸了，笑死人！只有高中没毕业的人才会说这种话出来。知识能用钱来衡量的吗？钱有用完的一天，但知识却像泉水永流不竭。我支持，没文化肯定是不行的。那问题来了，要是一个亿和清北录取书，你们会选哪个？姚小田并没有理会直播间的评论，而是疑惑地看向你。所以你因为有几亿赔偿款就选择休学了？你耸了耸肩，随意地说道，读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，而对于我，大学已经没什么可以学的。此时姚小田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
那就是你是让我随便问，但你也不能那么无底线的回答呀。不出所料，直播间又要原地爆炸。同一时间，网友已经将你截取出来做成了表情包。大学没什么可以学的，赚钱不过是分分钟的事。家里拆迁补偿款几个亿，万万没想到你的表情包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双手推动，迅速在网络流传开来。此时姚小田一脸复杂的看着你，他有些后悔，没有一开始将身份暴露的事情告诉你，导致现在你越装越上瘾了。尽管这家餐厅的饭菜极为美味，但此刻他哪有什么心情品尝啊？他深吸一口气，看了看你，小侧同学，你说你家地被征收了，补偿款有几亿，但据我所知，除了一些城市，大多数农村征地一般补偿款都不会太高。听到这话，直播间一众网友顿时激动了。小田问得好，一针见血，看他这回怎么装。然而你却丝毫不慌，还以为是什么事。虽然大多数农村征地的补偿款确实不高，但我家的地比较特殊，所以补偿的就有些多。听到这话，直播间的网友又不服了。小田，别信他的，他要有上亿的补偿款，我直播吃奥利给，就算的再怎么特殊，只要在农村，补偿款别说上亿了，就算几百万也没有。姚小田并不在意直播间的评论，只是对你说的话感到失望。在他印象里，你是个老实本分的人，没想到出了社会，单纯的人也会变得复杂浮躁。随即他神情严肃跟你说了一通大道理，一时你也不好去解释太多，便转移话题，跟他聊起了以前，开玩笑说道：“姚大班花还是那么喜欢教训人。”接着你又问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同意来约见吗？”为什么？姚小田下意识问道。其实对于这问题他并没觉得什么，因为只要是约见男同学，那成功率是90%以上的。他也不知为什么，见他疑惑的模样，你淡淡一笑。那时候的我性格比较内向，又不擅长言辞，所以一直没人会主动和我说话。可只有你会时常询问我成绩，鼓励我努力学习。可能对于你而言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对我而言却让我感觉我并没有那么被忽略。闻言，姚小田脸颊微红，看着你，我想肯定还有很多人记得你呢。他倒不是因为你的话脸红，而是因为他之所以会那样，其实就是为了年级排名。可这事他肯定不能说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某剧组中，不少剧组工作人员观看着一位美艳动人的女子，而这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有着国民女神之称的叶可欣。或许不认识的叶可欣的人觉得她高傲冷艳，但认识的人都清楚她是一个很暖的人。很多人都在好奇谁能娶到这样的女子，不管是圈内还是圈外。叶可欣的老公至今都是一个谜，但所有人都知道她的老公不一般。曾经就有某个娱乐公司的老总想让叶可欣作陪，扬言要是没有服务到位要封杀她。可谁能想到，那娱乐公司在短短几日内就破产，这可没少让圈内的人震惊。要知道那家娱乐公司在国内也是能排前3的大公司，这也让不少人意识到叶可欣背后的恐怖。此时他正看剧本，突然一个轻微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“这小侧太逗了，一个高中没毕业的人，居然说大学没什么教他的。”叶可欣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并没放在心上。可那低声交谈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其实我倒是能理解，这小侧为什么要租豪车去约见校花。”于是他走到那2个女孩面前问道：“我刚刚听你们聊得津津有味的，不知道在聊什么，能告诉我吗？”看到叶可欣突然出现在旁边，2个女孩慌忙回应：“叶女神，我们刚刚在看直播，是一个很红的女网红，在直播约见以前高中时期的同学，而这期的男同学很有意思。”听着2个女生的话，叶可欣接过手机看着直播间，只见一个相貌平平无奇的男子和一个容貌很漂亮的女生吃饭，还有说有笑。看到这，叶可欣美眸微眯，红唇勾起一抹美丽的幅度，这一幕把让2名女生都看呆了，实在是太美了。叶可欣将手机还给女生后笑着道谢，随后微微点头便离开了。她回到座位后便立即拿出手机打开刚才那场直播，此刻议论区被疯狂的刷屏，都在说小田是那相貌平平无奇的男子的白月光。叶可欣看着网友的评论，红唇又一次勾起，饶有兴趣的看着直播。可看到评论区在说男子装大款时他柳眉紧锁，一旁的助理都感觉周围的空气好像越来越冷了。而另一边，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你和姚小田的谈话，是高中同学林天宇。他装着谦和的样子坐了下来，但他看你的眼神明显闪过一丝嘲笑。他的出现让直播间一众女网友眼冒金光。姚小田立即起身准备介绍，而你却开口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们前些天见过。”随后你便邀请他一起吃饭。就在这时，大厅响起一个优美的琴声，不一会钢琴曲缓缓消失，大厅寂静，片刻响起一个个掌声。林天宇笑着看向姚小田：“刚才那个钢琴手弹得不怎么样，要不我演奏一首怎么样？我可是李一国先生的弟子。”姚小田双眼一瞪，要知道李一国可是国内知名的钢琴大家。林天宇自信一笑，缓步走到大厅中央处的钢琴前，享受着周围的目光，缓缓抬起手，随后手指轻快地按动琴键，宛若一个高贵的王子一般，顿时将大厅内所有女性的目光吸引住。很快，一首钢琴曲演奏完，周围顿时响起一个个的掌声。别看林天宇一副淡然的模样，可他心底却是很是得意。小田，你觉得我弹得怎么样？很好听。姚小田没有系统的学过钢琴，只是觉得好听。在得到班花的肯定后，他又将不屑的目光看向你，小侧同学，你觉得呢？你想也不想就说弹得还行，但比刚刚那位弹奏的钢琴师还差得很远。林天宇差点没被你的话给逗笑了，他很想指着你的鼻子说上一句：“你一个送外卖的，懂什么是弹钢琴吗？”直播间内也有一些网友觉得林天宇弹得并不怎么好，但很快就被小黑子的言论给淹没了。此时林天宇用阴阳怪气的语气说道：“那不如小侧同学也去弹奏一首，让我好好学习一下。”你点了点头，便往大厅中央缓步走去。随后一个优美的钢琴声缓缓响起，是林天宇刚刚弹奏的钢琴曲，而直播间内一下子炸开了。卧槽，这小侧还真会弹钢琴啊！这次还真被小侧给装到了，明明是同一首曲子，我怎么感觉小侧弹的比林同学的好听？
是不止网友有这种情况，就连姚小田也感觉非常震惊。而一旁的林天宇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与此同时，龙国京都音乐学院一间教室被美妙的音符围绕着，所有学生围在一起看着直播间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小册弹的比我们刘老师弹的还好？一众学生在那里低声议论，却不知有一个中年男子缓步走来。中年男子轻咳几声，神情严肃道：“不知道上课了吗？还在播放莫扎特的钢琴曲。”老师，这不是播放，而是有人在弹。老师愣了一下，连忙拿起手机一瞧，眼中闪过一抹震惊之色。看到他的表情，同学问道：“老师，你的钢琴水平比直播里的人怎么样？”老师摇头道：“我不如他。”所有学生都愣住了。要知道刘老师的钢琴水平在学院可是能排得上号的。老师静静品味着，心里暗暗感叹，手机直播中的人给他的感觉就是莫扎特弹奏的一样，而莫扎特则是世界公认第一的钢琴师，没人知道他的身份。老师看到直播间有人贬低小册弹的不行的评论，立即夺走同学的手机回复道：“我是京都音乐学院的老师，这是我的工作证明，这是我的钢琴考级证明，我可以确定小册的钢琴水平很高，至少比我高。”这条评论一出，整个直播间顿时被卧槽刷屏。要知道京都音乐学院在龙国的地位可是相当高的，更不用说在京都音乐学院当老师的人。此时林天宇注意到姚小田看着手机发呆，便开口询问道。姚小田抬起眼便将直播间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林天宇听后眉头一皱，有没有可能那老师是假的？林天宇自然不信你的钢琴水平会那么高，但为了不让别人误会他是嫉妒，又解释道：“小田，你也知道的，现在网络真真假假的事情太多，什么图片都能作假。”而林天宇这段话也引起直播间的小黑子共鸣。林同学说的对，谁知道那什么京都音乐学院的老师是真还是假的？现在万物皆可 PS， 说不定那音乐学院老师的证件都是 PS 来的。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刘老师看到有人说他证件是 PS， 他当机立断联系学院内的宣传部，让他们发文解释。在得知看到京都音乐学院的发文，姚小田内心极为兴奋。林同学，你看，京都音乐学院发官微了。说着刘老师真的是京都音乐学院的老师。林天宇皮笑肉不笑回道：“没想到小册同学这么厉害，连学院的老师都称赞他。”眼中闪过一抹怨恨嫉妒。明明本应该享受美人倾慕的是他，偏偏被小册这混账东西给打乱了。却在这时，原本欢快的琴音突然变得轻快急促了起来，一簇轻快的音符在大厅内回荡，犹如风暴中的浪涛，让人内心仿佛跟随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静静的在享受这段音乐。不一会，你将这首月光奏鸣曲弹完后，缓缓站起身，整个大厅鸦雀无声。短暂寂静后，所有人纷纷站起身鼓掌，掌声响彻整个大厅，比林天宇刚刚演奏的时候还热烈。小册同学啊，没想到你深藏不露啊，之前还装不懂钢琴，这就不应该了。林天宇笑容很是亲切，但话里话外却是暗指你耍心机，明明会钢琴却还装不会。你缓缓摇头说道：“我说了，我只是会一点点。”林天宇哑口无言，你这叫做会一点点？那他那叫什么？不过想到他连高中都没毕业，钢琴弹得再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个送外卖的。小册同学，你的钢琴是跟谁学的呀？姚小田很好奇道。利用一些闲暇的时间自学的，我弹钢琴只是兴趣而已。你微笑的说道。听到这话，直播间又闲不住，这或许就是现实吧。弹钢琴是兴趣爱好，送外卖是生活。事实证明，再有才华的人，没有经济基础支撑，也只能向生活低头。看到直播间的评论，姚小田眼神顿时复杂了起来。是啊，现在的你并不是一个人，你需要养家糊口，需要为了家庭努力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坚持自己的兴趣？小册同学，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们说一下，毕竟大家都是同学，能帮我们一定会帮你的。虽说这是在直播，但别为了面子逞强。林天宇叹息一声，意思仿佛是你因为在直播才不好意思开口。姚小田也想帮助你，但他并没选择在直播间开口，而是打算在直播结束后再询问你用不用帮忙。但没想到被林天宇先说了，不过他并没有多想，以为林天宇是出于好意。接着林天宇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你，你接过名片一看，宇地产总裁林天宇。见状，林天宇谦虚一笑，没什么，就是一家小公司而已，不过公司最近都在忙着申请上市，到时市值可能要翻个好几倍。你自然能听出他有炫耀的意思，但你丝毫不在意，只是淡淡轻嗯了一声。对于你的态度，林天宇不由皱眉，心里极为不爽，可此刻并不能表现出来。之后的饭局中，大多数时间都是林天宇在和姚小田交流，可见到静静吃饭的你，姚小田心底不由升起一股愧疚之情。我去一趟洗手间。姚小田看差不多了便站起身，买单就买单，说什么洗手间？原本很安静的你突然笑道。姚小田一窘，顿时有些手足无措，他没想到你一下子就猜中他的心思。小册同学，你还是不要让我难做，我们直播的规则是在直播所花的费用都由我公司承担，我回去是可以报销的。你思索了一下也就没拒绝了。林天宇眼底闪过一抹轻蔑，在他看来，你同意的这么快是付不起这顿饭钱。直播间众人见也纷纷嘲讽，笑死了，就带了3菜1汤的钱，突然来了林同学又点了几道菜，钱不够啊，不是说有几亿赔偿款吗？怎么一顿饭都付不起，还需要让女生买单？相比你同意的爽快，林天宇却极力反对姚小田买单，还说什么买单的事情本该就是他们男士来的，这让他赢得不少女网友一致好感。而男网友却对于林天宇的做法不屑一顾，觉得他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狼，目的不纯，因此直播间一下子形成男女对立的局势。那这样吧，要不 AA 制，这样大家也不用争了。你笑着建议道。此刻姚小田
田心底很是讨厌林天宇，原本这次是约见你的，他家进来就算了，还喧宾夺主。就在这时，你突然叫住姚小田后，从钱包中掏出一张优惠券递给他。可当姚小田便接过优惠券一瞧，不由愣住了，1折优惠价。而此刻直播间一众网友震惊了，卧槽，太有良心了吧！就算骨折价也没这么低吧？话说这家店发行1折的优惠券不亏吗？我想大概和他的身份有关，别忘了他可是送外卖的，还认识这家餐厅的工作人员，所以有内部折扣就没什么奇怪。看到条评论，姚小田恍然大悟，结完账后你这边突然有事就离开了，这让姚小田很是诧异，他可是很想去看看你家2个小孩。下午的时候，姚小田回到工作室，可还没等他休息一下，就被同事围着庆祝，因为直播创下了100万在线人数的记录，而这一切都源于你。姚小田坐在沙发上看向周舒雅说，因为小策突然离开，没来得及问你加入工作室的事情。周舒雅随后便让他打电话去问，可令人诧异的是，你的手机号码显示不在服务区，这就不得不让人多想了，因为以如今龙国基建狂魔的属性，没信号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，现在他们也只能等了。第二天，姚小田再次打开直播，在水友的一番激烈争吵下，最终决定约见一个矮胖的女同学，这次只打听了一下就找到了她，两人便约定了见面的地点。姚小田一边等着约见的高中同学，一边和直播间的粉丝聊天，却在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，姚小田的镜头顺着声音的方向拍了过去，评论区瞬间被疯狂刷屏，因为画面中出现的是一个大美人。刘楠用手拨了下大波浪，姚小田还真是没认出来。要知道高中同学不管经历了什么，或多或少都会保留一些曾经学生时代的轮廓，眼前的女同学的模样简直翻天地覆。刘楠出场就把直播效果拉满，但姚小田总感觉对方的脸有一种很假的感觉，尤其是笑起来的脸有些僵硬。接下来姚小田和刘楠的闲谈让水友们得知还是单身，平时也用短视频记录美好生活。他那原本1万多粉的账号在直播曝光后，短时间内暴涨到20多万粉。姚小田应众网友的要求，深挖刘楠如今的生活和工作，让众网友一饱窥探欲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直播后，姚小田在约见高中同学的流量有明显的下滑。周舒雅略有所思的眉头紧锁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是姚小田的高中同学刘楠也开直播了，只是他约见的是初中同学，而且直播间写着千万网红姚小田的高中同学，这摆明了就是要蹭热度，难怪最近他们直播间热度越来越少。更气的是，刘楠靠着蹭热度都有200万粉丝了，周舒雅迟早会料到有这一天，但没想到竟然是姚小田同学在背后捅刀子。不过姚小田知道后确实没什么想法，毕竟自己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跟风的人迟早会出现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林天宇、刘楠和小策不只是高中同学，还是初中的同学。而此时刘楠约见的正是资产上亿的林天宇，他眨巴着眼睛突然提起了你，说你现在家里拆迁赔偿了几个亿，很让他羡慕。可林天宇一脸不屑的样子，直接就在直播间爆出他当时遇到你送外卖的落魄样子。两人聊到了这里，直播的水友们也提议刘楠下一期约见你。当你的名字出现后，刘楠的直播间热度直接飙升。其实在直播之前，林天宇就已经和刘楠先见过面，而这次提到你也是他们刻意这样做，为的就是揭穿你装大款的事实。刘楠趁着热度拨打了你的手机号，却想起手机不在服务区的声音。而另一边的周舒雅见刘楠没打通电话，也是松了口气，她还真怕刘楠真把你给约了出来。要知道现在的你在短视频是拥有极高热度，尤其是你的表情包，在当下可是站在基尼太美肩膀上的巨人，也被广大网友封为万古逼王。但下一秒周舒雅想到了关键点，她开始怂恿姚小田，因为上次你临时有事，直播到一半就离开，所以她就让姚小田再约你一次。但姚小田不想看到你被网友嘲笑，可周舒雅诱惑的说这是对你也有好处，只要你愿意，趁着热度随便接个广告也有几十万，这比送外卖好多了。姚小田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点头答应。却在这时，刘楠拨了几次号码竟然打通了，而你这边在听到一个极为诱人的声音时，疲惫的打断他，我不买车，不买房，不买保险，不贷款，不投资，谢谢。然后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别说刘楠懵逼了，直播间里的一众网友也是一脸懵逼，这小策该不会又以为主播是骚扰电话吧？而此刻刘楠也回过神来，再次拨打你的号码。刘楠生怕你又会挂断电话，就赶忙解释说是你初中同学，他最近也做了个直播，约见初中同学的，你见又是约见直播，直接就拒绝了。而刘楠听着手机传来的嘟嘟嘟，刘楠心里很不舒服，要知道一直以来都是他挂别人，但现在正在直播，他也只能下播后再想想办法。另一边工作室，周舒雅和姚小田看着刘楠直播间，他们都没想到你会拒绝的这么干脆。姚小田脑中忽然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，会不会是他因为受不了网上的谩骂，想不开，所以电话一直没在服务区。想到这，他连忙的拿出手机给你打来了电话。小策是我，姚小田，对于之前约见的事情我很抱歉，是我让你被网上骂的。闻言你疑惑的问道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我被网上骂？姚小田愣了一下，下意识问道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笑着回应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我上次不是说了吗？网上仇富红眼病的人居多，根本就不用那么在意的，你不生气吗？姚小田以为你会很生气，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你非但没生气，反而安慰起他来，这有什么好气的？手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想要怎么评论我又阻拦不住，没必要为了这点事让自己心情不好。不过关于送外卖这一点，我之前确实送过外卖，上次在路上也遇到林天宇，但我送外卖纯属就是……你沉默片刻，继续解释道，你就当是爱好吧。其实我不止送过外卖，还去过工地搬砖，扫过大街，当过保安，送外卖只是爱好。姚小田和周舒雅对视一眼，尽管电话没开免提，但办公室极为安静，周舒雅还是能听见你的说话声。她压低声音凑在姚小田耳边轻声问道，先别管这些，你问问看小策，过几天有没有时间再约见直播一次。姚
姚小田迟疑了，之前刘楠打电话给你说要直播约见，都被你以没时间给拒绝了好几次。但是想到缩小版叶天后，还是忍不住开口询问：小策同学，有件事我想拜托你帮忙，你能不能再和我直播约见一次？因为你上次约见直播效果很好，许多网友想再见见你。闻言，你忍不住笑了笑，我看他们是想看我笑话吧。姚小田语塞立即道歉：小策同学，对不起。你却毫不在意的说道：都跟你说了，我并不在意网上的那些评论，那我能不能再和你约见一次？因为最近我直播间的热度一直在降低，而且我也想看看你那两个孩子。你也知道的，国民女神是我的偶像，我就想见见两个长得和国民女神一样的孩子。姚小田越说声音越低，说到后面也不知道说什么。那行吧，不过要过几天才行。你思索了一会便答应了。姚小田一下激动了，没问题，过几天就过几天。挂完电话后，姚小田兴奋地看向周舒雅，周舒雅又好气又好笑，怎么感觉她这好闺蜜是在约见某个大人物一样？不过貌似现在的小策热度确实不弱于某些大明星。姚小田傻傻地笑着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上次连累你被网友喷，也或许是其他原因。真有人不在乎网络暴力吗？于是他疑惑地问周舒雅。周舒雅思索道：有这可能，毕竟小策做过外卖员，而外卖员面对的现实比网上更残酷。姚小田忽然垂着头说道：我觉得他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居然干过那么多种不同职业的工作。与此同时，刘楠下了直播后便和林天宇一起去了酒店。林天宇紧紧搂住刘楠的小蛮腰，却在这时刘楠的手机弹出了一条关于他自己的热搜，他一下激动了。可当他看了里面的内容后，生气地甩开林天宇。原来是姚小田把你同意约见的事发到网上，但在刘楠看来，你就是看姚小田长得漂亮好看才同意约见的，所以他就觉得你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高中。转眼间，刘楠闪过一个念头，红唇渐渐勾起一抹弧度。终于时间来到了姚小田约见的这天，一开播便有无数网友涌入。天不生你小策同学，装到万古如长夜。不知道这次他还会不会租豪车来接主播？直播间不断被刷屏。姚小田看到有网友还在说你是装大款，便将前几天你的解释说了出来，但网友根本不信。此时姚小田见一时解不开误解，就赶紧转移话题，说今天可不是普通的约见，今天的主角其实是小策同学的孩子。而新来的网友却不以为意，认为装逼犯的孩子没有看懂，他的孩子可是像极了国民女神。而他们把之前截图下来的照片发出来后，顿时整个直播间沸腾了。装逼犯牛逼，这很明显是想骗我生孩子。突然一个装作吃惊的声音传来，姚小田下意识回头一看，正是刘楠。他柔媚一笑，还真巧啊，我本想着来吃个饭，没想到能在这里碰见你，这是在直播吗？姚小田点点头，眼眸中有一抹疑惑。刘楠自来熟地对着直播间挥挥手。见到这一幕，直播间观众纷纷吐槽，这也太巧了吧，虽然县城不大，但两个不在县城发展的人想要遇到也不容易吧？该不会这刘楠是知道主播约见了庄弟，特意过来的吧？楼上别这么说，庄弟又不是香饽饽，不至于让美女趋之若鹜。可没一会，直播间里一下子涌入许多的刘楠粉丝，搞笑，就那小策能有我们家楠楠火吗？我们家楠楠热度本来就很高，干嘛要蹭姚小田的热度？我看是反过来吧。一时间直播间内火药十足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你骑着一辆电瓶车出现在门口，直播间顿时沸腾了。毕竟这次你的出场可谓是让所有人意想不到。刘楠掩着嘴偷笑，眼底也满是不屑，相貌不起眼，又穷又酸，像这种人居然还能结婚，也不知道哪个女的这么眼瞎。姚小田反应过来，立即上前准备跟你打招呼。见状，一旁刘楠先开口问道：小策同学，我听小田说你不是开几百万的豪车吗？你的豪车呢？姚小田眉头一蹙，先不说刘楠这么问合不合适，就说这直播间到底谁才是主播？而你在听到刘楠的话后，疑惑地看向姚小田。姚委员，这位是你朋友。正当姚小田正准备介绍时，谁知刘楠却先开口给打断了。小策同学，你忘性真大呀，我们可是初中高中的同学，前些天我还给你打电话约见你来着呢，你当时还拒绝呢。你思索了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前几天打了好几次电话给我的人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刘楠面色一僵，但他还是露出柔媚的笑容。刘楠，你表情平淡，点点头，确实有些想不起来了。我这里刚好有我们以前的毕业照。姚小田从挎包里取出一张照片，你接过毕业照一看，有些惊愕地望向刘楠，这长得也太不像了。随后你摇摇头，将毕业照还给姚小田。一时间不少网友纷纷吐槽，很明显就是怀疑刘楠的脸是整的。刘楠也注意到直播间里的评论，立即转移话题。小策同学，话说回来，你的100万豪车呢？该不会你是打算骑着小电驴接小田吧？说完，刘楠掩嘴轻笑道，他就想看看你这屌丝会怎么回答。可你丝毫不在意地摇了摇头，因为我和姚委员要去的是幼儿园，开车不方便，路就那么大，而且开那样的车太引人注目了，所以还是开小电驴好一些，停车方便，不用怕塞车。直播间许多网友被你的解释笑喷了，果然不愧是庄弟，这解释无懈可击，人家不是不想开车，而是想低调。先不论庄弟有没有上百万的豪车，就说开4轮的车去学校接孩子，这事就最讨厌了，每次都将路口堵得严严实实。现在谁家没个车呀？对于你说的话，刘楠可是半点也不信，在他看来你就是装。要是真有一辆100万豪车，只怕天天开车到学校大门炫耀。可你并不在意刘楠的阴阳怪气，而是将目光看向姚小田。时间快差不多了，姚委员不介意坐小电驴吧？不介意。虽然对于你开小电驴来姚小田有一些意外，但他还真不介意。而一旁的刘楠心里却极为的不爽，但脸上还是挤出一抹笑容。我能不能也一起去啊？我也很好奇小策同学的孩子长什么样子。这个很不好意思，我只有2个头盔，而且电动车规定后座只允许坐一个成年人。随后就招呼姚小田上车。至于刘楠，他爱跟来就自己想办法。刘楠看着远去的小电驴也不装了，眼中满是不屑。一路上你专心开着小电驴，姚小田则拿着手机坐在后面。小策同学，你载我去看你女儿，你老婆知道了不会生气吧？不会的，
他很忙，没时间来。你目光看着前方，回答道。不一会，你们就在一所幼儿园大门前停了下来。这时，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笑着跟你打招呼：“小明爸爸，你也来了。这位该不会就是小明妈妈吧？你误会了，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今儿正好碰巧就一起来了。”姚小田注意到，一来到幼儿园就有不少的家长热情的跟你打招呼说笑。小侧同学，我刚刚听那些家长称呼你小明爸爸，你儿子的名字该不会叫小明吧？闻言，你笑着点了点头。是啊，怎么了？姚小田有点吃惊，你不觉得名字太简单了？怎么会呢？笔画少的名字容易写容易记，对于读幼儿园小学还是有好处的。你轻笑一声，那你女儿叫什么？姚小田有些好奇，在他看来，你女儿的名字应该也很简单吧？难道叫小红？叫圆圆？你不假思索地回答道。姚小田眼睛一亮，没想到你会给女儿取这么好听的名字。等等，刚刚是谁说取名要笔画容易写容易记的？怎么样，这名字是我想了很久才取的，我还是挺满意的。可一旁的姚小田用一脸古怪看着你，而此刻直播间一众网友都笑喷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引起所有人关注。刘楠没想到来幼儿园会这么堵车，可好不容易到幼儿园了，却被2个保安给拦住了，于是便立即大声喊道你的名。你过去和保安轻声解释了几句，保安这才肯放刘楠进来。你则被不少家长围着问了起来，主要是因为刘楠穿得太清爽了。刘楠是打心底瞧不起你，尤其是听说孩子从上幼儿园都是你接送，他就更看不起了。他猜测你的老婆十有8九跟人跑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立即跑去问幼儿园保安有没有见过你老婆，得知一直都是你在送小孩后，一众网友也纷纷猜测，一直没接送过孩子，说明你的老婆并不在身边，要么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不在人世，要么是离婚了。而此时的某拍摄剧组中，叶可欣好不容易结束今天的拍摄，坐着保姆车回去酒店休息，忽然手机提示她关注的小田开直播，想起前些天老公跟她说过事情，她便打开手机看直播，而直播的画面正好是刘楠的猜测以及评论区的评论。叶可欣眉头紧锁，这些年尽管老公一直很支持她的事业，但她心底清楚亏欠家里太多了，尤其是老公和孩子，看来是时候回归家庭了。而幼儿园这边，刘楠见你老婆没出现，竟直接问你老婆是做什么的，居然忙到连孩子的登台表演都不来看一眼。你看了刘楠一眼后说，算是演员吧。对于你的话，刘楠自然是不信的。听说你老婆是演员，许多网友直接嘲笑讽刺。刘楠捂住小嘴，一副很是吃惊的模样，但眼底不屑之色一闪而逝。果然，这男人真会装，之前租豪车装大款，现在直接说自己老婆是演员明星。你怎么不说你老婆是国民女神叶可欣啊？没想到小侧同学的老婆居然是演员，那不知演了什么电影或者电视剧啊？刘楠又追问道。姚小田其实是有些想制止刘楠的，但没想到刘楠会问得这么快，就是个小演员而已。你摇摇头，不可能吧？刘楠心里冷笑，连名字都不敢说。就算小侧的老婆真是演员，也只是个没几句台词的跑龙套，不然呢？要是我说我老婆是叶可欣，你信吗？你笑着反问道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刘楠突然笑了起来，因为这是他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要是国民女神叶可欣看上这没出息的家伙，他直接光着身子绕全球跑一圈。姚小田心里一叹，他知道你爱装的毛病又犯了。一众网友也被你的话给逗笑了，哈哈，知道庄弟能装，没想到庄弟这么能装。虽然庄弟的孩子长得和叶可欣有些相似，但他该不会真以为自己老婆是国民女神吧？与此同时，幼儿园的节目终于开始了。不一会，其他班小朋友表演结束后，终于轮到你的2个小孩上场了。我想家长们肯定很期待接下来的演出。有请我们 C 班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武术节目《功夫少年》。在主持老师慷慨激昂的声音下，台下跑上来10多个小朋友。这些小朋友一身黄色衣服，腰间用红带子系着，朝一众家长抱拳，动作整齐，有模有样。不知何时分开成1对1的架势，对打起来打得有来有回，尤其是各种花式的闪躲，更是看得许多家长纷纷叫。直播间的一众网友更是目瞪口呆，我想肯定是幼儿园老师请了哪位功夫大师教的。这一幕迅速让姚小田的直播间的热度冲到了顶点。姚小田回头看了看，在他身后有一排家长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舞台。要说还是小明爸爸厉害，小明爸爸，是啊，这些孩子的武术都是小明爸爸教的。忽然又有声音隐隐传入姚小田耳中，为了确认心中的猜测，他凑到你身旁低声问道：小侧同学，我听周围人说这节目是你设计的，会一点点拳脚功夫而已，算不得什么。你摇摇头，笑着回应道：真是你啊，你还会武术？姚小田震惊了，直播间网友也吃惊了。很快武术表演结束，小朋友的武术表演太精彩了，看得我都热血沸腾了。那接下来还是由我们 C 班的小朋友带来的表演，安全教育童话剧《小兔子乖乖》。在主持老师的介绍下，周围响起参差不齐的鼓掌声。姚小田看向舞台，眼睛不由放亮。此刻有3只可爱小兔子装扮的小朋友，一边用悦耳稚嫩的声音唱着歌曲，一边轻快地在台上蹦蹦跳跳。而领头的小朋友正是你的女儿，那和国民女神叶可欣一样的小脸，看得姚小田的心都快要碎了。简直太萌了！姚小田听着舞台上的歌声，觉得挺好听的。不过让他奇怪的是，他居然没听过。就在这时，幼儿园大门前有一个身材高大强壮的男子翻墙进来。男子胡子邋遢，衣服凌乱，直接冲向舞台。保安瞥见那男子手上有一把菜刀，脸色一变，大喊一声，径直冲了过去。由于舞台上依旧放着音乐，家长根本就没听到保安的话，就更别说是反应。然而一旁的你突然站了起来，这时身边的家长才反应过来，顿时场面乱成一团。可刘楠却是眼睛一亮，拿着手机对准那身材高大强壮的男子直播。网友们终于知道，突然乱哄哄的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事，顿时让刘楠自己的账号热度暴涨。姚小田只是淡淡看了刘楠一眼，转而眼中满是担忧看向你。但你和那持刀歹徒体格相差太悬殊，近身的话，短时间内根本制止不了持刀歹徒。胆小的人已经用手捂住双眼，不忍看到血腥残忍的一幕。可就在这时，你动作迅速的往口袋一掏，一道荧光闪瞬即逝，只见原本要冲向孩子的持刀歹徒仿佛被什么绊倒了一般，整个人扑了个狗啃。
而这时摔倒在地上的持刀歹徒艰难站起身，面容狰狞地盯着你，然后就在要劈中你的一刹那，你身子微微一侧闪过持刀歹徒的菜刀，随即猛地抬脚，根本不容持刀歹徒有任何反应的机会，一记横扫直接将男子踢出数米远。所有人目光呆滞地看着这一幕，原本要冲过来的保安以及好几位家长也是动作明显顿了一下，谁也没想到你能一下就将歹徒给解决。姚小田率先跑到你面前关心询问，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你所谓的1.3脚猫功夫竟如此厉害。可突然姚小田注意到一条评论，只见直播间里那位网友接着发了一张动态图片，这张动态图片的人物是你全力往持刀歹徒冲去，同时右手忽然往口袋一掏，旋即猛地一甩，接着那持刀歹徒猛然摔倒。动态图片并不流畅，看起来就是一张图轮着转换版。姚小田呆住了，眼中有些茫然不解，难道刚才那持刀歹徒并不是被什么东西绊倒，而是被你出手甩出来的东西打中了？可当画面定格在你用2指从口袋夹出1枚硬币时，整个直播间震惊了。卧槽，这是怎么办到的？也就是说，刚刚那持刀歹徒是被你扔的硬币击中才摔倒了。对于小侧同学之前说他只会一点拳脚功夫，我现在保持怀疑，难道小侧同学是某位隐于市井的武道高人？顿时姚小田震惊了，他很好奇你是怎么办到的，于是连忙问道：小侧同学，你是不是会电视剧中的暗器？你摆了摆手，哪有什么暗器啊，我就是扔东西扔得比较准而已。这时突然一个软糯的声音传来，姚小田下意识一看，眼睛都看直了，只见一个约莫3岁左右的小女孩跑过来，小女孩相貌甜美可爱，仿佛是从动画片跳出来的小仙女，正是你的女儿圆圆。姚小田咽了咽口水，露出一抹自认为温柔的笑容，但给人的感觉有种怪阿姨的既视感。爸爸，这位漂亮的大姐姐是谁啊？圆圆眨动着明亮的大眼睛看了看姚小田后问道。你笑着解释，是爸爸的同学，你应该要叫姚阿姨。可圆圆嘟着小嘴，好似有些不服气，爸爸瞎说，明明是漂亮好看的大姐姐。此时的姚小田小心肝都要快被萌到了，这分明就是小天使好吗？由于幼儿园突然来了持刀歹徒，节目没办法继续进行，在幼儿园老师们满含歉意下，许多家长陆续离开。直到此时，姚小田心知今天的约见直播该结束，心里有些不舍地看了看圆圆。可在万般不舍也有分别的时候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刘楠满脸笑意说道：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如去小侧同学家坐一坐。姚小田顿时明白刘楠的意图，若是真去你家，就能立马把你装大款的真相揭穿，这并非姚小田想看到的。一时间网友议论纷纷，坐等主播揭穿你的真面目。但也有网友不同意去，说是要给你保留最后的体面。姚小田也不同意刘楠的建议，而且他自己早和你沟通好了，只是一起去幼儿园看看俩孩子的演出，更何况他也想给你留最后的体面。然而刘楠却笑盈盈地看着你，他猜想你大概会拒绝，可他听到你说小电驴带不了那么多人时，他险些捂着肚子笑出来。他强忍住笑意说自己可以打车去，随后你告诉了他们你家的地址，便带上孩子骑上了小电驴。姚小田见你走远后，也在网上叫了一辆车过来。司机一看地址，笑着问道：你们这是要去靠山村？坐在副驾驶的姚小田面露疑惑，因为你给他的地址是一个路口的保安亭。后座的刘楠却是眉头微蹙，这靠山村他好像在哪里听说过。师傅，那靠山村真的靠山吗？姚小田也好奇，这村子的名字以前是靠山，现在吗？不靠了。那中年司机打哈哈道：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我听不太明白。姚小田疑惑了，什么叫以前靠，现在不靠？雾凇景区听说过没？那中年司机笑着问道。雾凇景区。此刻刘楠一脸震惊之色，难怪之前他会觉得靠山村会这么耳熟。之所以听说过靠山村，还是因为雾凇景区的开发，最主要的是那房地产不但给靠山村的村民每户建一套别墅，还给了高额的赔偿款，最高的赔偿款赔了好几亿。刘楠突然想到你之前说过的话，不可能会有这样巧的事情，他一直以为你是胡扯的。刘楠，你怎么了？姚小田困惑地回头看了看刘楠，中年司机简单给姚小田解释了一番，姚小田才明白刘楠刚刚惊讶的模样。而网友听了司机的话，顿时发出震惊的表情，一时间纷纷议论了起来。等到了地方，姚小田两人就看见不远处骑着小电驴的你，而不远处一栋栋的别墅赫然在眼前，这哪里是村子，根本就是一处别墅区。前不久还嘲笑你没钱还装，大把的网友现在集体被打脸了，反而是姚小田笑盈盈地看着刘楠。刘楠心里冷哼一声，他依旧不相信，在他看来你肯定是提早做好准备，事先在靠山村里租一栋别墅。要知道这靠山村的村民人人获得巨额赔偿款，自然是往大城市跑，哪还会居住在这没教育没医疗的小地方，所以别墅肯定有不少空的，而这些空着的别墅就租借给别人办聚会派对。但是进入村子后，一个扶着手的老汉慢悠悠地走了过来，笑着跟你打招呼。圆圆站在小电驴上，很有礼貌地向老汉问好：四爷爷好。老汉咧嘴一笑，从口袋中掏出几粒糖果。接下来你又遇到几个熟人打招呼问好，姚小田也含笑点头示意。直播间顿时一片抖，小黑子被打脸了吧？听称呼那可是沾亲带故的。不一会你带着他们来到一处大宅，来到院门前，姚小田和刘楠不由怔了一下。忽然院门打开，一进院子就见里面赫然停了一辆豪车。姚小田认得这辆豪车是第一次约见你时你开的那辆。此刻直播间炸了，卧槽，原来我们才是小丑啊！谁要是说小侧同学是送外卖的，看我不踹他两脚。送外卖能开得起这样的车吗？有没有可能小侧同学送外卖只是消磨一下无趣的人生？进入院子后，姚小田发现这院子特别的宽敞，可就在此时，突然一个很古怪的声音传来，听起来像是猪叫声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头体型肥大、背上有黑色花纹的猪径直朝他们冲来。这时姚小田和刘楠愣住，可等他们反应过来时，那头黑猪已然冲到了面前。突然圆圆软萌悦耳的声音响起，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。
只见那头黑猪冲到圆圆面前后就停了下来，好似在欢迎圆圆回家一样。你笑着解释说这是圆圆的宠物。随后圆圆爬到黑猪背上，姚小田傻眼了，不由看向一旁的你，他想看看作为爸爸的你是什么反应，但你早就习以为常了。圆圆可是经常骑着猪在村子乱跑。也在此时，从屋里走出一个美丽端庄的女人，见到姚小田和刘楠有些意外，她在得知是你的高中同学后，便热情地招呼着他俩进入屋里。里面并没有网友想象中的富丽堂皇，但错落别致的风格却给人一种莫名的舒适感。就在这时，你手机响了，你抱歉一声，便让你妈先陪他们逛逛。可刘楠竟突然靠近你妈，嘴很甜地夸赞你妈保养得真好，看起来很年轻。刘楠突然的变化让姚小田心里疑惑，不曾想刘楠竟是在耍心机套话，而你老妈也顺着话，把以前不住这里，你小时候干农活背猪篓子割猪草、喂猪放牛的事都说了出来。随后刘楠故作惊讶说，这里每家每户都得了不少赔偿款。你妈笑了笑表示运气好，但刘楠眼底闪过一抹嫉妒之色，何止是运气好，简直就是泼天富贵砸到头上。原本是一群躲在山沟沟的土包子，可却意外获得别人奋斗好几辈子才能拥有的财富。而且他想不明白的是，那开发商到底看中雾凇山什么？此时直播间的网友扒出以前的新闻，我刚刚查了一下，开发雾凇景区的开发商居然是注册资本才1000万的公司，而且就只开发了雾凇景区，这让网友不得不细想，感觉就是为了开发雾凇景区而成立的公司。姚小田看着直播间的评论有些哭笑不得，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你第一次约见说过的话居然是真的。一想起之前他还想着拉你进工作室做直播，想想都觉得自己是个小丑。此时刘楠哪还有之前狗眼看人低的样子，说不定是有什么坏心思了。可问题你不但结婚了还有孩子。只是当他们聊到关于你老婆时，刘楠忽然找到话题，好奇的询问。你妈叹了口气说她隔3差5才回来，这是在外国倒没什么，但在龙国，一个不顾家的儿媳，任何一个婆婆都是不能接受的。可下一秒你妈却表示说支持你老婆的工作，顿时引起直播间所有人的羡慕。是亲妈才对吧？将儿媳当成女儿疼的婆婆太难得。姚小田看到评论区也想起来，你之前说过老婆是个不起眼的演员，小演员不至于隔3差5才回家一趟吧？因为在他记忆里，只有顶流明星才会跟着剧组到处拍摄。刘楠好似在为你妈抱打不平，开始数落你老婆。大妈怔了一下后哑然失笑，估计是自己的儿媳被认为是个小演员。刘楠见你妈的反应，心里一阵嘀咕，莫非不是跑龙套的？刘楠觉得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下文章，他干脆直接问起了你老婆的名字和作品。但你妈突然变得犹豫了起来，幸好姚小田赶忙打岔，可刘楠为了流量话题不会轻易放弃。网友看到你妈像是有难言之隐，一时间纷纷猜测你老婆可能是娱乐圈的4、5线小明星，毕竟你只是靠着拆迁暴富的小人物。这时直播间的评论开始一边倒，我就想不明白，小册同学怎么会娶4、5线的明星？娱乐圈乱七八糟的，我圈内人最清楚，里面没有干净的。网友对于你娶小明星很不能理解，可突然有一条评论很快吸引所有人眼球，小册同学女儿的模样不是像国民女神叶可欣吗？结合现在的所有信息，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小册同学的老婆是叶可欣？看到这，无数网友笑喷了，他们可不认为国民女神会嫁给你这种暴发户。与此同时，刚回酒店的叶可欣看到直播间的评论，白皙的俏脸顿时不高兴，因为那条小册同学的老婆是叶可欣的评论就是他发的，只是没想到网友竟嘲讽了起来，看得他都想直接官宣了。可一想到负面新闻和舆论压力会给老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他只能自个生着闷气。不过叶可欣眼中满是幸福，她这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无疑就是嫁给你。